大年30的傍晚，李志远站在空荡荡的厨房里，望着冰箱门上那张 AA 制分工表，手中握着电话，却不知道该拨给谁。客厅里电视播放着春晚的预告片，邻居家已经飘来阵阵饭菜香味，而他家的餐桌上只摆着2副碗筷，显得格外冷清。王秀英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他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异常响亮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个月前，李志远刚刚从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。那天下午，他拎着纸箱走进家门，看到妻子王秀英正在厨房里忙碌，围裙上沾着油渍，额头冒着汗珠。老李，你回来了。王秀英头也不回地说道，手里的锅铲在锅里翻炒着青菜，晚饭马上就好，你先去洗个手。李志远放下纸箱，松了松领带。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了30年，习惯了条理分明、事事有章可循的生活方式。退休后的第1天，他就开始思考如何重新规划家庭生活。秀英，我想和你商量个事。他在餐桌边坐下，语气严肃得像在开会。王秀英端着菜从厨房出来，看到丈夫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不禁笑了。什么事这么严肃？是不是退休金的事？不是。李志远清了清嗓子，我在想，既然我现在退休了，咱们家的开销应该重新分配一下。王秀英坐下来，给2人盛饭。怎么分配？我觉得应该实行 AA 制。李志远说得很认真。你看，现在年轻人都这样，夫妻之间经济独立，各自负责各自的开销，这样既公平又清楚。王秀英的筷子停在半空中，看着丈夫。AA 制？我们都结婚30年了，还要 AA 制？正是因为结婚这么久了，更应该算清楚。李志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你看，我已经列了个清单，房贷还有5年还完，水电煤气费、物业费、买菜钱、日用品。他翻开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开销项目，每一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王秀英放下筷子，仔细看着那个本子，她发现丈夫把所有能想到的开销都列了出来，甚至连卫生纸、洗衣粉这样的小物件都分门别类。你这是要把家庭生活变成公司管理吗？王秀英问道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可置信。这叫科学管理。李志远很认真地说，你看，咱们2个人都有退休金，我的是每月4200，你的是每月3800，加起来8000块。按照我的计算，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大概是5000块，剩下的3000块可以作为各自的零花钱。王秀英听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30年的婚姻生活中，她一直负责家务和理财，丈夫只管上交工资。现在退休了，突然要实行 AA 制，她一时有些接受不了。那家务呢？王秀英问。也要 AA 制吗？李志远显然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当然，家务也要分工明确，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，咱们1人1半。王秀英沉默了一会儿，她看着眼前这个和自己生活了30年的男人，突然觉得有些陌生。行。出乎李志远意料的是，王秀英竟然同意了。既然你想试试，那就试试吧。第2天一早，李志远就开始制定详细的 AA 制家庭管理方案。他用了整整1个上午的时间，在电脑上制作了一份表格，打印出来贴在冰箱上。表格分为2栏，左边是李志远负责项目，右边是王秀英负责项目。做饭方面，
他们按照单双日分工，单日李志远做饭，双日王秀英做饭。清洁方面，李志远负责客厅和书房，王秀英负责卧室和厨房。卫生间两人轮流打扫。购物方面，日用品和蔬菜肉类分别由两人负责，费用各自承担。王秀英站在冰箱前看着这张表格，心情复杂。她想起刚结婚那会儿，两个人工资都不高，每个月都要精打细算，但从来没有分得这么清楚过。老李，你确定要这样做？王秀英最后问了一遍。确定。李志远很坚决，这样对我们都好，省得以后有什么误会。王秀英点点头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志远严格按照分工表执行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在一个小账本上记录当天的开销，精确到分。买了一瓶酱油5元，买了一把青菜3元，公交车费1元，所有的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月底的时候，他还会和王秀英结账，把各自的开销列出来，看看是否需要互相补偿。王秀英最初还有些不适应，但渐渐的，她发现这样确实有些好处，至少她不用再为家里的每一笔开销操心，不用再因为丈夫买了什么不必要的东西而生气。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有一天，王秀英感冒了，本来应该轮到她做晚饭，但她实在没有力气下厨。老李，今天你能帮我做饭吗？我有点不舒服。王秀英有气无力地说。李志远正在看报纸，头也不抬地说，今天是双日，按照分工表应该是你做饭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可以点外卖，费用你自己出。王秀英愣住了，她看着丈夫专注看报纸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寒意。最终，她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厨房做了饭。那天晚上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听着隔壁房间丈夫看电视的声音，第一次开始怀疑这个 AA 制到底对不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志远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满意。他觉得一切都井井有条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责任，没有推诿，没有争吵。他甚至开始在老同事聚会时推广这种先进的家庭管理模式。你们还在用老一套的方式过日子，他对老同事们说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夫妻之间也要讲究平等和独立。我和我老婆现在实行 AA 制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家里和谐多了。老同事们听了都觉得新鲜，有的赞同，有的质疑。老李，你这样做，你老婆同意吗？老同事张建华问道。当然同意。李志远很自豪，他比我还支持呢。现在他每个月都有自己的零花钱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不用看我脸色。张建华摇摇头，我觉得夫妻之间分得太清楚不太好，毕竟是一家人，正是因为是一家人，才要分清楚。李志远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你们等着看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婚姻质量肯定会越来越高。与此同时，王秀英的变化却没有被李志远注意到，她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和丈夫的交流，话变得越来越少。以前她总是关心丈夫吃什么、穿什么、身体怎么样，现在这些关心都在慢慢消失。既然要 AA 制，那就彻底一点。王秀英心里想着，她开始按照分工表严格执行自己的职责，不多做一点，也不少做一点。轮到自己做饭的日子，她就做饭，但只做够自己吃的分量。轮到丈夫做饭的日子，她就在外面吃了再回家，或者自己随便对付一顿。李志远最初还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发现餐桌上只有一个人的饭菜。秀英，我的饭呢？他问道。
今天是我做饭，我做了我自己的。王秀英淡淡地说：“你的饭你自己做。”李志远看着他，可是以前你做饭都是做2个人的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王秀英的语气很平静，既然要 AA 制，那就彻底一点，我做我的，你做你的。李志远站在厨房里，看着妻子一个人在餐桌前吃饭，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不安，但他很快就说服了自己，这样才对，这样才是真正的独立和平等。入冬以后，AA 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得更加明显。有一天，暖气费的账单来了，总共1800元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这笔费用应该2人平摊，每人900元。李志远把账单放在餐桌上，秀英，暖气费来了，你的那份是900。王秀英看了看账单，从钱包里数出900元放在桌上，给你。李志远收好钱去交费。当他在供暖公司排队的时候，听到前面一对老夫妻在聊天。老头子，今年暖气费涨了100块，咱们家里要紧着点花钱了。老太太说，没事，省一点就行了。老大爷说，只要家里暖和，咱们老2口身体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李志远听着，心里突然有些触动。他想起刚才王秀英数钱时脸上那种漠然的表情，像是在和陌生人做交易。回到家后，他发现王秀英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。你在干什么？李志远问。整理一下我的物品。王秀英头也不抬地说，既然实行 AA 制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各自的东西分清楚。李志远看到他把一些化妆品、书籍、衣服分类装箱，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。你这是要搬走吗？他半开玩笑地问。没有。王秀英的回答很简单，就是觉得该分清楚的都分清楚。那天晚上，李志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发现自己和妻子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冷淡。以前王秀英总是关心他的身体，提醒他按时吃药，现在这些关怀都没有了。也许他只是在适应新的生活方式。李志远安慰自己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但是他心里的不安却在一天天加重。第2天早上，李志远起床后发现王秀英已经不在家了。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去买菜，中午不回来吃饭。以前王秀英买菜都会问他想吃什么，会买够2个人的分量。现在他只买自己需要的，从不过问他的需求。李志远看着空荡荡的家，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提出的 AA 制是否真的正确。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承认错误。在他看来，是王秀英太较真了，把 AA 制理解得太极端了。女人就是小心眼，他嘟囔着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时间进入12月，年关将近。往年这个时候，王秀英早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。她会提前半个月开始计划年夜饭的菜谱，提前买各种年货，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但今年她什么都没有做。李志远等了几天，终于忍不住问秀英，过年的事你不准备准备？王秀英正在看电视，头也不回地说，准备什么？年夜饭啊，年货啊，这些总要准备吧。李志远说，哦。王秀英转过头看着他，你想吃年夜饭是吧？那你准备啊。李志远愣住了，我准备。对啊，既然实行 AA 制，过年的开销也要 AA。你想吃年夜饭，你就负责准备和费用。我对年夜饭没什么特别要求，随便吃点什么都行。王秀英的语气很平静，仿佛在谈论天气。李志远站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在他的印象中，
准备年夜饭一直都是妻子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需要自己来操办这些。那咱们商量着来吧。李志远试图妥协，我出钱，你来准备，怎么样？王秀英摇摇头，不行，既然是你提出要吃年夜饭，就应该你全权负责。我可以协助，但得按照我的时薪算费用。时薪？李志远觉得这个词从妻子嘴里说出来特别刺耳。对，我帮你买菜、做饭、收拾，按照市场价每小时30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王秀英的表情很认真，一点也不像在开玩笑。李志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没想到妻子会把 AA 制执行得如此彻底，连过年这样的传统节日都要分得一清二楚。行，他咬着牙说，我自己准备。从那天起，李志远开始为年夜饭做准备。他第一次走进菜市场，面对琳琅满目的蔬菜和肉类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选择。师傅，这鱼怎么卖？他指着一条草鱼问道。35一斤，你要多大的？卖鱼的师傅问。李志远算了算，2个人吃，应该要多大的鱼？他完全没有概念。来一条2斤的吧，他随口说道。买完鱼，他又去买鸡肉、猪肉、蔬菜，每一样东西他都不知道该买多少，只能凭感觉。最后，他买了一大堆食材，花了500多块钱。回到家后，王秀英看到他拎着大包小包进门，问道：买这么多干什么？过年嘛，总要丰盛一点。李志远说。王秀英看了看那些食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知道丈夫从来没有买过菜，不知道分量，也不知道搭配。那些食材足够10个人吃，而且有些根本不适合一起做。但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。腊月29这天，李志远开始准备年夜饭。他早上6点就起床了，站在厨房里面对着一堆食材，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以前他看王秀英做菜，觉得很简单，就是洗洗切切炒炒。真正自己动手才发现，光是杀鱼这一项就把他难住了。他拿着菜刀对着那条草鱼发愁了半个小时，最后只能上网搜教程，按照网上的步骤，他笨手笨脚地把鱼处理了，但弄得满身都是鱼腥味。炖鸡汤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该放多少水和调料，结果放多了盐，汤变得又咸又腻。炒青菜的时候，他火候掌握不好，有些菜叶烧焦了，有些还没熟。做红烧肉的时候，他忘了先焯水，结果肉有很重的腥味。整整一个上午，厨房里传出各种奇怪的声音，油锅爆炸的声音，菜刀剁骨头的声音，锅子碰撞的声音。王秀英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听着厨房里的动静，几次想要进去帮忙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既然他要自己做，就让他做吧，他心里想着。中午的时候，李志远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但菜还没做完一半。他看着厨房里的狼藉，第一次意识到做饭原来这么累。秀英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他终于忍不住求助。王秀英放下遥控器，走到厨房门口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按照时薪计算哦。李志远看着妻子冷淡的表情，心里涌起一阵愤怒和委屈。算了，我自己做。他硬着头皮说。下午，他继续在厨房里忙碌，但是越做越乱，菜的味道也越来越奇怪。有些菜太咸，有些菜太淡，有些菜糊了，有些菜还没熟。到了傍晚6点，他终于做完了所有的菜，但当他看着餐桌上那些卖相奇怪、味道可疑的菜肴时，自己都没有食欲。王秀英走过来看了看，礼貌地说：“看起来不错。”李志远知道他在客套，
但也只能苦笑着点点头。两个人坐在餐桌前，面对着这顿年夜饭，气氛异常尴尬。电视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，主持人正在祝愿全国人民新年快乐，阖家团圆。但在这个家里，夫妻二人各自吃着自己盘子里的菜，很少交流。李志远夹了一口红烧肉，腥味让他皱起了眉头。他看看王秀英，发现她也只是礼貌性的吃了几口，就放下了筷子。不好吃是吧？李志远苦笑着问。王秀英摇摇头，还行，你不用客套。李志远说，我知道做得不好。王秀英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那天晚上，两个人都没有吃饱，但谁也没有说要重新做菜或者点外卖。大年30到了，李志远按照惯例准备做年夜饭，但当他走进厨房的时候，却发现冰箱里什么食材都没有。秀英，菜呢？他问道。王秀英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，头也不回地说，什么菜？年夜饭的菜啊，昨天我不是买了很多食材吗？李志远打开冰箱，里面空空如也。哦，那些啊。王秀英走出来，昨天晚上剩了很多，我怕坏掉，都扔了。李志远愣住了，扔了？那今天年夜饭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王秀英的语气很平静，你不是说要自己负责年夜饭吗？食材没了，你再去买呗。李志远看了看时间，已经下午4点了。大年30这天，很多商店都关门了，就算有开着的，食材也不会很新鲜。现在去买还来得及吗？他问。这个我不清楚。王秀英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李志远急忙出门去找还在营业的商店，他跑了好几家超市，都已经关门了。最后在一个小菜市场找到了一个还在卖菜的摊位，但选择很少，而且价格比平时贵了1倍。他匆匆买了一些食材回家，已经是傍晚6点了。秀英，我回来了，他喊道，但家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应。他走到卧室门口，发现门关着，敲了敲门。秀英，你在里面吗？在。王秀英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有什么事吗？你不出来吃年夜饭吗？李志远问。不了。王秀英说，我今天不想吃年夜饭，你自己吃吧。李志远站在门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推门进去，但手伸到门把手上又缩了回来。最后，他一个人走进厨房，开始准备年夜饭。但是做着做着，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一个人的年夜饭还有什么意义？过年本来就是图个团圆热闹，现在妻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他一个人在厨房忙活，这算什么？做好菜后，他在餐桌上摆了2副碗筷，然后去敲卧室的门。秀英，菜做好了，出来吃点吧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王秀英的回答依然冷淡。李志远站在餐桌前，看着满桌的菜肴，突然觉得一点食欲都没有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看着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。爸，新年快乐！你和妈在吃年夜饭吗？儿子的声音很兴奋。李志远看了看紧闭的卧室门，勉强挤出笑容。对啊，正在吃呢。妈呢？让妈接个电话。他在厨房忙，不方便接电话。李志远撒了个谎。那你们好好吃年夜饭，我和小丽也刚开始吃呢。明年我们一定回去陪你们过年。挂了电话后，李志远坐在那里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初一的早上，李志远醒来后发现王秀英已经不在家了。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去闺蜜家拜年，晚上不一定回来。李志远拿着纸条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恐慌。
他意识到妻子可能不仅仅是在生气，而是真的在远离他。整个初一，他一个人在家里坐立不安。他试图给王秀英打电话，但他的手机一直关机。晚上9点，王秀英终于回来了，她脸上带着笑容，显然在外面过得很愉快。你回来了，李志远松了一口气。王秀英换了鞋，直接朝卧室走去。等等，李志远叫住他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王秀英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他。什么事？李志远犹豫了一下，说：我觉得咱们的 AA 制可能有些问题。王秀英挑了挑眉毛，什么问题？就是太死板了。李志远努力组织语言，夫妻之间不应该分得这么清楚，是吗？王秀英的语气很平静。那你的意思是要取消 AA 制？李志远点点头，对，我觉得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比较好。王秀英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笑了。老李，你现在才发现问题？李志远被他的笑容弄得有些不安。你早就发现问题了，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会有问题。王秀英说，但你那么坚持，我只能配合你。李志远愣住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说什么？说你的想法不对。王秀英摇摇头，你不是很喜欢科学管理吗？我只是让你看看，把家庭生活完全科学化管理会是什么样子。李志远终于明白了，妻子这几个月的冷淡和疏远，不是因为他真的认同 AA 制，而是在用行动告诉他这种做法的荒谬。秀英，我错了，他诚恳地说，我不应该把家庭生活搞得像公司管理一样。王秀英看着丈夫愧疚的表情，心里的怒气慢慢消散了一些。老李，我们结婚30年了，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没经历过？王秀英坐在沙发上，你觉得夫妻之间真的需要分得那么清楚吗？李志远坐到他身边，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我以为这样会更公平。公平？王秀英转过头看着他，老李，你在单位工作了30年，习惯了用制度管人，但家不是单位，我不是你的下属。李志远低下头，第一次真正反思自己的行为。他想起这几个月来妻子的变化，想起年夜饭时2个人的尴尬，想起今天一个人在家的孤独。那你在闺蜜家过得开心吗？他试探性地问。王秀英点点头，很开心。张姐他们一家3代10几口人一起吃饭，热热闹闹的。他问我怎么不带你去，我说你在家准备自己的年夜饭。李志远脸红了，你都和他们说了？说了啊。王秀英的语气很平静，我说我们家现在实行 AA 制，各管各的，他们都觉得很新鲜。李志远想象着那个场景，觉得无比尴尬。在别人眼里，他们夫妻之间的 AA 制一定显得很奇怪。秀英，那我们能回到以前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问。王秀英沉默了一会儿，老李，你真的明白错在哪里了吗？明白了。李志远急忙点头，我不应该把家庭生活制度化，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。还有呢？王秀英看着他。李志远想了想，还有我忽略了你的感受。王秀英终于露出了这几个月来的第一个真心笑容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2个人坐在那里，气氛比之前缓和了很多，但李志远知道，要完全修复这几个月来的裂痕，还需要时间。正月15元宵节这天，李志远主动提出要包汤圆，我来包，你教我怎么做？他对王秀英说。王秀英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点了点头，行，但我可不按时薪收费了。李志远笑了，那当然，你是我老婆，不是我雇的保姆。2个人一起在厨房里忙活，
王秀英教他怎么和面，怎么包馅，怎么煮汤圆。李志远学得很认真，虽然包出来的汤圆形状各异，但他很有成就感。你看，我包的这个像不像小笼包？他举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汤圆问。王秀英被逗笑了，像，特别像。这是几个月来家里第一次传出笑声。晚上吃汤圆的时候，李志远主动说起了这几个月的感受。秀英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家庭不是公司，夫妻不是合作伙伴。他认真地说，结婚30年，我们早就不分彼此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王秀英咬了一口汤圆，那冰箱上的分工表呢？撕了。李志远站起来，走到冰箱前，把那张贴了几个月的表格撕了下来。从今天起，咱们还按老办法，你管家务和财务，我负责赚钱和重活。那你退休了，不赚钱了怎么办？王秀英问。那我就负责陪你说话，陪你散步，陪你看电视。李志远坐回来。总之，我再也不要什么 AA 制了。王秀英看着被撕碎的分工表，心里的最后一点芥蒂也消失了。其实，她说道，适当的分工也不是不可以。比如，你可以负责倒垃圾、洗碗，我负责做饭、打扫，但不用分得那么清楚，更不用算钱。李志远连连点头，对对对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那以后买菜你跟我一起去，做饭你给我打下手，这样你也能学会一些基本的厨艺。王秀英继续说道。好，李志远很高兴，这样以后你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也能照顾你。两个人边吃汤圆边聊天，话题从家务分工聊到了旅游计划，从旅游计划聊到了儿子的工作，从儿子的工作聊到了将来的孙子。窗外烟花绽放，屋内灯火温馨。这一刻，李志远终于明白，家庭的和谐不是靠制度维持的，而是靠爱和理解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公平，而是关怀；不是独立，而是相依。秀英，他握住妻子的手，谢谢你的耐心。如果你当时直接反对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明白这些道理。王秀英反握住他的手，老李，我们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？只是希望你以后做决定之前，能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。一定。李志远点头。以后家里的大事小事，我们都商量着来。元宵节的晚上，两个人一起收拾了厨房，一起看了电视，一起聊了很久。临睡前，李志远看着床头柜上那本记录开销的小账本，伸手拿了过来。这个也不要了，他说着，把账本扔进了垃圾桶。王秀英笑了，其实记账也不是坏事，至少能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，但不用分你的我的，就当是家庭开销记录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李志远说，明天我重新买个账本，记咱们家的开销。那天晚上，李志远睡得特别踏实，他梦见了刚结婚时的情景，梦见了两个人一起奋斗的岁月，梦见了未来的美好生活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发现王秀英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，香气扑鼻的豆浆和煎蛋味道让他觉得无比幸福。老婆，我来帮你。他起床后的第一句话。好，你来摆碗筷。王秀英头也不回地说，但声音里带着笑意。李志远麻利地摆好餐具，然后站在妻子身后，看着她熟练地翻动着锅里的鸡蛋。秀英，其实这几个月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他说，什么问题？你当时为什么那么爽快就同意了 AA 制？王秀英关了火，转过身看着他。因为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，与其和你争吵，不如让你自己去体验。李志远恍然大悟，所以你是故意
做得那么绝对。王秀英笑了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把夫妻关系搞成合作关系会是什么结果。李志远摇摇头，还是你聪明。如果你当时直接反对，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理解我的想法，说不定还会和你吵架。所以有时候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让对方自己去体验。王秀英说，就像教孩子一样，有些道理不是说出来的，是体验出来的。李志远点点头，心里对妻子更加敬佩。30年的婚姻生活让他深深了解她的性格，知道用什么方式能让她明白道理。从那以后，李志远再也没有提过 AA 制，他开始主动学习做家务，主动关心妻子的身体和心情。虽然他的厨艺依然不太好，但王秀英每次都会耐心地教他，夸奖他的进步。邻居们都说，李家这对老夫妻退休后感情更好了，经常看到他们一起买菜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聊天。而李志远也经常对老同事们说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制度，是感情。家庭管理不能照搬公司管理，因为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